书接上回，让德军感到恐怖的就是巷战，一种在城市里进行的最为残酷的对战方式。德军士兵称之为老鼠战。苏德两军士兵在废墟间你争我夺，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栋楼房，甚至争夺每一堵墙、一堆瓦砾，都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枪战，以至于当时的德国军医对德军士兵做出的最多判断，就是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造成的精神紧张。早在德军进城之前，崔可夫就准备好了要招待这些不速之客。崔可夫敏锐地看到了德军的长处和短处，并且他巧妙地避开了苏军的短处。当德军行进在斯大林格勒的街巷深处，看起来空无一人的大街上，苏军士兵、狙击手、反坦克炮手都冷静地隐蔽在废墟中，小股小股地袭击德军。德军不可一世的坦克轰炸机此时却起不了多大作用。德军突然发现整个斯大林格勒城中冒出无数装备精良的苏军小分队，这就是崔可夫指挥的过人之处。他很明白德军重视装甲作战，重型武器比较集中，适合大范围突击，而普通步兵则缺乏重型装备，全靠飞机大炮做掩护。所以崔可夫的作战计划非常简单，靠近德军，贴身肉搏，并且崔可夫建立起一种比连排还要小的携带巷战武器、适应巷战的强击队编制。擅长运动战和空地协同的德军对于这种化整为零的战术一筹莫展，无计可施。飞机怕误伤，坦克怕黑炮。苏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德军的精锐部队死死地耗在废墟当中，以方便大部队在后方集结，等待时机反扑。而苏军的这种巷战战术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，那就是狙击战术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：消灭德军指挥官。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，苏军的很多战士都是猎人出身，枪法精准，经验丰富。其中狙击战效果最为显著的是第62集团军的第284步兵师，3个月的时间里共歼灭德军3166人，足足相当于2个团，并且大多数为军官。其中最著名的狙击手是该师的战士瓦西里·扎伊采夫，令德国人闻之丧胆。扎伊采夫生于乌拉尔的一个猎人家庭，12岁就跟随父亲练就了百步穿杨的好枪法。1937年，扎伊采夫应征入伍。1942年夏天，扎伊采夫跟随着第284步兵师来到了伏尔加河河畔，从此他就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成为了一颗闪耀的狙击之星。1942年11月份到12月间，扎伊采夫就消灭了225名德军，其中不光有大量的德军指挥官，还有11名狙击手。扎伊采夫的横空出世让德军恨得牙根直痒痒。不久，第6集团军就从德国调来了柏林狙击学校的校长科宁格来对付他。这个科宁格一来就连续射杀了2名苏军狙击手。扎伊采夫也明白这次是遇上高手了。不得不说，扎伊采夫不但具备狙击手应有的全部素质，而且他还具有一个充满智慧的战略头脑。他与科宁格的对战战力堪称一绝。在整个战争期间，扎伊采夫击毙的德军人数超过了300名，但遗憾的是，1943年初，扎伊采夫在战斗中不幸踩中地雷，眼睛受伤，再也无法做狙击手了。否则他歼敌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。受伤之后，扎伊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开办了狙击学校，亲自负责训练。扎伊采夫这个名字在俄语中与兔子这个词有着相同的词根，所以他的学校所训练出来的学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兔子。而扎伊采夫自然就是那只老兔子了。这些小兔子们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至少击毙了3000名以上的德军官兵。在城里无数的废墟当中，有一栋大楼最普通也最为著名。它之所以著名，并不是因为狙击手的存在，而是因为这栋大楼在只有23名苏军士兵守卫的情况下，在整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，它始终没有被德军占领。它就是巴甫洛夫大楼。直到苏军大反击的2个月时间里，巴甫洛夫大楼一直被苏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，它就像一门钢钉，死死地钉在了伏尔加河的岸边，让德军永远也无法跨越这只有几十米的距离。1942年10月底，伏尔加河上刮起了寒风，保卢斯眼看着数十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寒冬中颤抖，一筹莫展。此时的德军死伤无数，即便是活下来的人也是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当保卢斯的部队被死死地消耗在城内的时候，城外苏军的大部队正在悄悄地集结。
11月19号，集结在斯大林格勒南北两面的苏军开始了大反攻，在几千门大炮的掩护下，出其不意地向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发动了前行攻势。11月23号，南北两面进攻的苏军在卡拉奇会师，把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苏军切断了保卢斯的所有补给线，被围困的德军粮食短缺、弹药短缺，军队困乏。与此同时，包围圈也在日渐缩小。保卢斯被围困后，第一时间就向希特勒发出了突围撤退的请求，但是希特勒一方面严令死守，一方面急令他最得力的元帅曼施坦因增援保卢斯。12月11号，曼施坦因指挥着由15万德军组成的增援军团，带着3000吨的物资和一支庞大的车队，急匆匆地向斯大林格勒扑了过来。但是刚到斯大林格勒就被苏军死死地抵住，而此时的保卢斯却不敢突围。结果曼施坦因看大势已去，干脆扔下补给，掉头回去了。希特勒又命令运输机空投补给给保卢斯，结果是平均每天损失10架运输机，也空投不成。1943年1月8号，苏军发出了最后通牒，保卢斯请求希特勒能够体面地投降，但是希特勒严令不许投降。1943年1月10号，苏军的5000门大炮、200辆坦克、300架飞机向饥寒交迫的德军第6集团军发起了总攻。保卢斯苦苦支撑了2周，1月24号再次向希特勒要求立刻准予投降，以挽救残部生命。希特勒当即再次拒绝。1943年1月31号，希特勒给保卢斯发来电报，晋升他为德国陆军元帅，其余117名军官也各升一级。希特勒希望他的丰功加爵能让保卢斯最后自杀殉职，但是2月22号，保卢斯再也无法坚持，向苏军投降。坚持了6个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终于结束。斯大林格勒战役，德军参战200万，死伤150万；苏联参战300万，死伤200万。苏军从德军手中夺取了战略主动权，斯大林格勒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国际威望，消灭了德军主力，大大减弱了法西斯的力量。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，不过它的心理意义远比军事意义大。有人说，保卢斯的投降为德军创造了有史以来的2个世界第一。首先，世界上最短命的元帅只当了1天；其次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战场上被俘虏的元帅。这个说法不知真假，总之元帅投降被俘成了保卢斯一生的关键词。而崔可夫则一战成名，后来他的第62集团军被改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。1943年夏天，他率领这支部队参加了库尔斯克大会战，此后一路向西直到柏林。他也是盟军的高级将领中第一个得知希特勒自杀的消息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，他还参加了德军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